今天我们来聊聊血管是怎么被塞住的。很多人一发现自己的胆固醇偏高，就开始闻蛋色变、谈海鲜色变，鸡蛋不敢多吃，虾蟹敬而远之。然而你知道吗？也许你防备了几十年的高胆固醇食物，其实一直在背黑锅。真正让血管慢慢堵塞的元凶，反而是那些每天出现在你餐桌上看似无辜的美食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就要深入揭开真相，盘点出10大让你体内坏胆固醇飙升的幕后黑手。当中有些还冠上隐形杀手的称号，因为他们潜伏在日常早餐与零食里，不知不觉就像在你的血管里倒进一瓢油，一点一滴累积起来。我们也会解答一个大哉问：海鲜究竟冤不冤枉？而榜单中的第一名，更是许多人每天早上都在吃的。现在就让我们逐一揪出这些真凶，看清楚血管究竟是如何被一步步塞住的。首先，要破解迷思，就得从我们长期误会的对象开始说起。第10名，鸡蛋。没错，你没看错，饱受争议的蛋黄赫然上榜。但请先别惊慌，一直以来，鸡蛋被贴上胆固醇炸弹的标签，因为一颗蛋黄含有将近200毫克胆固醇，看起来很吓人。然而，胆固醇含量高不代表它就最危险。影响血液胆固醇水平的关键，其实藏在饱和脂肪中。鸡蛋虽富含胆固醇，但饱和脂肪含量却相当低。一颗鸡蛋大约只有约 1.5 克的饱和脂肪，不及一小块五花肉的1/10。我们的肝脏会自行合成将近80%的胆固醇，而饱和脂肪正是肝脏制造胆固醇的原料。换句话说，你吃下去的胆固醇本身对血液中胆固醇数值的影响，远没有你吃的油脂来得直接。有一项有趣的实验，更颠覆大家对鸡蛋的刻板印象。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分组饮食，其中一组每天吃2颗蛋，但严格控制饮食中饱和脂肪的摄取；另一组完全不吃蛋，但摄取较多其他饱和脂肪。5周后的结果让人跌破眼镜，每天吃蛋而减少油脂的那组，坏胆固醇指数反而是更低的，而不吃蛋却多吃饱和脂肪的那组，胆固醇数值比前者还要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用对了方法，即使天天吃蛋，只要饱和脂肪摄取少，对胆固醇的影响可能还比不吃蛋但随意摄取油脂来得小。听到这里，也许你会问，既然如此，鸡蛋对胆固醇的影响这么有限，那我们干嘛还把它列入榜单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鸡蛋确实含有高浓度的胆固醇，对某些对饮食中胆固醇特别敏感的人来说，过量摄取仍可能使血脂飙升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借此提醒大家，真正该担心的从来不是蛋黄本身，而是和蛋一起下肚的油脂。很多人吃蛋不是煎就是炒，里头用的奶油、培根油，反而才是让你胆固醇上升的真凶。所以，与其害怕每天早餐的水煮蛋，不如注意烹调时用了多少油。把蛋黄从黑名单放出来吧，只要适量摄取，避免高油烹调，它远没有想象中可怕。第9名，高胆固醇海鲜。在传统观念中，海鲜和鸡蛋常被相提并论，一起背负着让胆固醇升高的罪名。很多人一拿到健检报告红字，就发誓不再碰虾子、蟹黄、鱿鱼等海鲜。但我们今天要为海鲜大喊一声冤枉。海鲜确实胆固醇含量不低，例如一只中等大小的虾子可能有数十毫克胆固醇，鱿鱼、章鱼、蟹膏更是胆固醇排行榜上的常客。然而别忘了，海鲜普遍脂肪含量低，且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。有些海鲜像鲑鱼、秋刀鱼，甚至富含有益心血管的 Omega-3 脂肪酸，能提高好胆固醇 HDL 的比例。就算是被嫌弃的虾蟹，其实主要成分是蛋白质，几乎不含路上红肉那样的饱和脂肪。打个比方，同样100公克的猪五花和100公克的花枝相比，前者不仅胆固醇含量可观，还藏着10几克的饱和脂肪，但后者可能不到1克饱和脂肪。两相比较，你说谁对血管的威胁更大呢？当然，我们不是鼓励胆固醇高的人每天海鲜大餐。对某些特别容易受饮食中胆固醇影响的人，过量摄取虾蟹可能仍会让血脂上扬。但对大多数人而言，海鲜适量食用对胆固醇的影响其实有限。相反地，
用海鲜取代部分红肉，还能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。很多长辈传说吃虾卵、蟹黄最补，反而天天吃这些高胆固醇部位当补品，这就过犹不及了。一般情况下，每周吃2-3次鱼虾是没问题的，不必因胆固醇偏高就一竿子打翻所有海鲜。总之，把海鲜打入冷宫其实是医学常识的过时产物。我们冤枉了海鲜许多年，是时候还他一个公道了。真正该留意的凶手，现在开始一一登场。现在你可能纳闷，如果鸡蛋和海鲜都不是主要元凶，那到底是什么在让我们的胆固醇节节攀升，把血管悄悄塞住呢？请继续看下去，接下来的每一项恐怕都和你的日常饮食脱不了关系，而且危害程度只会越来越高。第8名，加工肉类。每天早晨你是不是习惯来片培根配吐司，或是夹一片火腿在三明治里？不少人爱吃香肠、热狗、培根这类加工肉品，觉得方便又美味。然而，这些加工肉类可是实打实的胆固醇与饱和脂肪双重来源。一小根香肠，肉眼看去就有不少肥油白花花，煎培根时锅里滋滋作响，流出的那许多油脂更是饱和脂肪在作祟。拿培根来说，几片培根的饱和脂肪含量可能就超过10几克，加工过程中还常添加盐和防腐剂。每天早餐吃培根蛋，大口咬下去满嘴咸香，但你吞下的培根油会直接转化成胆固醇在血管中穿梭，更别提午餐夹层厚厚肉片的汉堡，晚餐来份意大利腊肠披萨，这些加工肉累计起来足以让你的饱和脂肪摄取量爆表。医生和营养师常提醒高血脂患者要少碰加工肉，就是因为他们给心血管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坏消息。高脂肪、高胆固醇、高钠，长期大量食用，血管仿佛每天被烟熏腌制一样，弹性变差，垃圾变多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血管就像水管，吃下一根油滋滋的热狗，就仿佛往水管里倒入了猪油，再撒一把盐，油脂会粘在管壁上，时间一长，管腔越积越窄，而高盐更会引发高血压，让血管内壁负担加重，双管齐下。难怪加工肉是心血管的大忌。虽然培根火腿很香，但为了血管通畅，还是尽量少吃为妙。第7名，肥肉和油脂含量高的红肉。中国人的餐桌上，肥滋滋的红肉料理可是不少见。最典型的要数猪五花肉，不论是卤肉饭上一层晶莹的肥油，还是红烧肉里每一块半肥半瘦的肉块，都充满诱惑的光泽。没错，那闪闪发亮的油脂，其实就是饱和脂肪的存在形式。拿一块五花肉来说，肥肉部分几乎全是饱和脂肪，吃进肚里很快就会变成胆固醇的原料。在很多人的观念里，觉得内脏胆固醇高很可怕。事实上，一碗卤肉饭所含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，可能远远超过一小块猪肝、牛羊等红肉的肥肉部分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看过牛排边缘那圈白油吗？有人特爱那部分的香嫩口感，但那正是最集中的饱和脂肪所在地。1克带厚厚脂肪边的肋眼牛排，含的饱和脂肪足以让你的血脂上升一整天。再举个例子，一串烤羊肉串如果带着肥尾巴，那一小块肥油吃下去，比你吃10串纯瘦肉带给血管的负担还大。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升胆固醇指数吗？营养学上有一个公式，可以估算食物对胆固醇的综合影响。每含1毫克胆固醇则算 0.05 分，每含1克饱和脂肪则算 1.01 分。算一算的话，猪五花肉每100克的指数约在18分以上，而瘦牛肉不到10分，鸡蛋则约11分左右。这意味着红肉若夹带大量肥油，对你血脂的影响远比1颗蛋严重。难怪医生叮嘱高血脂患者忌肥肉少红肉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当然，我们不是叫大家一口红肉不碰，红肉有优质蛋白和铁质，在均衡饮食中也有其地位。重点在于选对部位和烹调方式，尽量挑瘦肉部分，烹调时把看得见的肥脂减掉，少用油炸，多用清炖水煮。比起每天大鱼大肉，其实多吃鱼禽类和豆类蛋白，对控制胆固醇更有益处。如果真的无法割舍对五花肉的热爱，那至少控制频率和分量，例如1周解馋1次，
每次小小一碗过过瘾即可，别顿顿大快朵颐。毕竟每一次多吃的一口肥肉，都可能成为日后堵塞血管的那一块脂肪块。第6名，高脂乳制品、奶油起司等。在美食的世界里，奶制品赋予了食物灵魂。香浓的奶油让蛋糕入口即化，丰厚的起司让披萨拉出诱人的长丝。但对胆固醇而言，乳制品中的全脂肪部分却是难以招架的负担。先说奶油，也就是从牛奶中提炼出的固体脂肪。别看奶油乳香四溢，一抹即化，它其实大约80%都是脂肪，而且绝大部分是饱和脂肪。用奶油煎蛋、抹面包，都等于在食物上涂了一层厚厚的胆固醇原料。有的人早上爱喝一杯全脂牛奶，但一杯240毫升的全脂牛奶就含有约5克的饱和脂肪。如果再搭配起司，情况更严重，起司是浓缩的乳脂肪，一片起司的饱和脂肪含量相当于一杯牛奶甚至更多。举例来说，一片美式起司片可能含有3到5克饱和脂肪，而一块重口味的切达起司约30克，则含有6克以上的饱和脂肪。很多人早餐来份培根，蛋起司堡，里面夹的起司，抹的奶油，再加上培根本身，3重高饱和脂肪叠加，简直是胆固醇飙升的完美风暴。除了明显的奶油和起司外，全脂牛奶、鲜奶油、冰淇淋等也是同一类型的麻烦食物。鲜奶油就是用奶油加糖打发而成，吃一口蛋糕上的鲜奶油花，其实就等于在吃奶油。冰淇淋更不用说，香浓的口感往往来自高乳脂，顶级冰淇淋含 10% 以上乳脂肪，那每一口都是甜蜜的负担。如果你每天早餐爱来杯手冲拿铁，记得选用低脂牛奶或植物奶替代全脂牛奶，长期下来可以减少不少饱和脂肪的摄入。爱吃奶酥面包的人可能不知道，那迷人酥香来自大量的奶油或酥油、氢化植物油，层层折叠，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中把你的血脂推向危险线。所以喜欢奶香并不是罪过，但一定要控制分量，选择脱脂或低脂乳制品，或以植物油产品代替部分奶油，是让美味与健康兼顾的不二法门。别忘了，当你大口咬下起司汉堡的同时，你的血管也在默默吞下一块块凝固的乳脂。第5名，速食面和零食。来到第5名，我们聚焦一类很多人容易忽视，但几乎人人都爱的东西——方便食品和零食。晚上肚子饿，泡碗速食面当宵夜，一边追剧一边嗑洋芋片。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举动，其实可能正在加速你的血管老化。以泡面为例，方便面之所以方便，在于面体在制造过程中已经油炸干燥。打开一包干面饼，你的手指摸一摸会油油的，那正是炸面所遗留下的油脂。多数泡面使用的还是棕榈油或椰子油这类富含饱和脂肪的植物油。有的泡面饼一包下来脂肪含量高达15克，其中饱和脂肪可能就占将近一半。这还不包括调味包里的油脂，你喝完汤底，碗壁上那层浮油，想象一下都让血管打颤。或许你觉得泡面量不大，但若成为习惯，每天来一碗泡面，等于每天多吞下一大勺饱和脂肪，不知不觉中坏胆固醇自然节节攀升。再看看常见的零食，洋芋片、薯条，这些大家知道是油炸的，就不必说了。一包中等大小的洋芋片，脂肪含量往往超过 30%， 而且通常是含有部分氢化油的混合植物油来油炸，难免带有反式脂肪。吃完一包薯片，相当于喝下好几茶匙油。如果是曲奇饼干、蛋卷、夹心饼干这类非油炸零食，也别以为安全。它们在制作时常加入氢化植物油、起酥油来让口感疏松。氢化油里的反式脂肪对心血管的危害，甚至比饱和脂肪更大。它不仅会提高坏胆固醇，还会降低好胆固醇，让你血管里的清道夫变少，垃圾却变多。很多国家已经严格限制食品中的反式脂肪含量，但在某些地区，一些便宜的饼干点心仍可能含有反式脂肪。一口甜甜的夹心饼，其实夹进去的可能是一抹植物奶油。如果你每天茶余饭后来几块饼干、一包薯片，那可要小心了，你等于天天给血管喂油，喂反式脂肪。长此以往，血液变粘稠，胆固醇爆表就不奇怪了。所以嘴馋想吃零食时，
不妨选择更健康的替代品，例如以坚果种子代替饼干薯片，当然也要限量。坚果虽好，热量也高，或以烤地瓜、海带丝等替代油炸零嘴。至于泡面，如果实在需要解决温饱，选择标榜未油炸的方便面，或是自己用干面加青菜肉片煮成快速面，都比每天吃油炸泡面来得好。别让方便食品图了一时口爽，却让你的血管日积月累地变不方便。第4名，油炸类食物。说到让胆固醇升高，油炸食物绝对是榜上有名的角色。想象一下，菜市场里金黄酥脆的炸鸡，香气四溢的炸春卷，还有早上现炸出炉的油条，让人口水直流。但这些油炸类食物，每一口都藏着惊人的油脂。拿炸鸡来说，一块带皮炸鸡腿的热量里，将近一半来自脂肪。外皮酥脆的秘诀就是高温炸进去的油。更糟的是，许多油炸食品为了增香，常使用猪油或牛油来炸，比如传统的甜甜圈、酥炸点心。有些小吃摊为了提升风味，锅里会混一些猪油。动物油富含饱和脂肪，炸过的东西饱和脂肪含量会直线上升，而即便用植物油高温油炸，也会产生不好的物质油，在高温下会氧化，甚至部分氢化。炸油重复使用还会产生反式脂肪和氧化胆固醇。听起来拗口，但简单说就是久煮的油变质后更伤身。在街边小摊买过杂物的人都知道，老板不可能每炸一锅就换新油，往往是一大锅油炸一路用到天黑。这种情况下，食物本身吸的油已经不是新鲜的油，而是掺杂了大量氧化分子的危险油。吃进肚里，它们更容易攻击血管壁，引发发炎反应，加速动脉硬化。除了炸鸡、薯条、炸猪排、炸鱼、天妇罗，各式各样的酥炸小吃都一样。别看一根薯条细细小小，炸过之后，它的脂肪热量足足提高数倍。一份中薯条大概含有15克左右的脂肪，其中不少是饱和脂肪和可能的反式脂肪。再比如一份炸猪排，本来瘦肉部分没多少脂肪，裹上面衣，下油锅一炸，就像海绵一样吸满油。炸物搭配含糖饮料一起吃，更容易热量过剩，引发肥胖，进一步恶化血脂。同时，高温油炸会破坏食物原有的营养，让你只摄入油脂，却吃不到什么有益成分。如此营养不良的热量摄取模式，也难怪会让身体状况每况愈下。在我们的榜单里，油炸食物被列为第4名，可以说是胆固醇的头号劝败组。要控制胆固醇，敬而远之油炸物是明智之举。如果实在嘴馋，建议改用气炸锅或烤箱等方式来取代传统油炸，至少不用浸泡在油锅里吸那么多脂肪。当然，无论用什么方法烹调，高油高脂的东西都该适可而止。毕竟血管不像下水道，可以常常通衢疏通，它更像你仅有的一条生命之河，堵了就很难再畅通无阻。我们可不想年纪轻轻就因为贪吃炸鸡而让心血管提早报警吧。第3名，含奶精与高脂饮品。讲完吃的，别以为喝的就安全无事。在现代生活中，各种香醇顺口的饮品其实暗藏让胆固醇上升的危机。首当其冲的就是流行的手摇饮料和即溶饮品。走在街上，一杯浓郁香甜的奶茶在手，看似平凡，不过就是茶加奶而已，哪里会有高胆固醇问题？问题就出在那奶质上。许多商家为了节省成本，增加口感，奶茶中的奶并不是真的牛奶，而是植脂末，也就是俗称的奶精。奶精是一种神奇的发明，它其实不含乳制品，而是以植物油经氢化或部分氢化处理，再加上糖和其他添加物制成的粉末。换句话说，你杯子里香醇的奶茶很可能不是加了鲜奶，而是加了一匙油，而且这豉油多半是氢化植物油，含有反式脂肪。一杯中杯大小的珍珠奶茶可能添加了数十克的奶精，其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含量足以让一餐的健康限额爆表。难怪有专家形容，喝一杯奶茶相当于吃下3大勺油加10几匙糖，对心血管的伤害不言而喻。再看看3合1即溶咖啡，奶盖饮品。3合1咖啡里的奶油球或奶精粉跟前面说的植脂末如出一辙，
也是将植物油变成粉末状。你以为喝的是咖啡提神，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喝下了不少反式脂肪。长期每天早上一杯3合1，不仅摄入过量糖分，反式脂肪也在累积。日子久了，坏胆固醇当然节节高升。还有近年流行的奶盖茶，那一层厚厚的奶盖其实就是奶油和起司粉调制，再次给你额外添上一层饱和脂肪的负担。如果你每天都来一杯这样的饮料，血管可以说压力山大。除了这些微奶饮品，许多人也喜欢喝真奶制作的高脂饮料，例如夏天来杯芒果冰沙，上面铺满鲜奶油，或冬天喝个浓浓的热可可，里头加了大量全脂牛奶和奶油球。这类饮品用的虽是真材实料的乳制品，但如前所述，乳制品高脂的问题依旧存在。一杯星冰乐动辄几百大卡热量，其中相当比例是饱和脂肪，喝的时候只觉香甜顺口，喝完后这些脂肪就在体内兴风作浪。喝饮料造成的脂肪摄取常被我们忽略，因为液体不会产生明显饱足感，喝下去也不像大鱼大肉那样有罪恶感，但它对胆固醇的影响却是真真切切的。曾经有心脏科医师统计过，一个血脂偏高的年轻患者，平时饮食看似正常，但每天2杯含奶精的手摇饮，结果坏胆固醇一路飙升。当他戒掉含奶精饮料，多喝白开水后，几个月内血脂就有明显改善。这案例足以说明问题。所以管住嘴也别忘了管住杯。想要解馋又顾心脏，我们可以选择相对健康的饮品，无糖豆浆、黑咖啡、茶类或者纯牛奶，但要注意牛奶也别过量，全脂换低脂更好。如果真的想喝奶茶，试试微糖鲜奶茶，用鲜奶取代奶精，减糖减脂。同时别忘了多喝白水，才是最天然、安全不伤身的选择。让喝进身体的每一口液体都单纯一点，你的血管一定会感谢你的名字。第2名，高油高糖的甜点与糕点。甜食带来的快乐往往要用热量和脂肪来交换。很多人口头上说着我很少吃油，可是一看到蛋糕、甜甜圈、酥皮点心却移不开脚步。甜点糕点就是这样让人防不胜防的胆固醇帮凶。为什么说甜点危险？单看一块普通的奶油蛋糕吧，松软的蛋糕体加入了大量奶油和鸡蛋制作，夹层里的馅料是满满的鲜奶油或奶油乳酪，表面再来一圈奶油霜花边。一块小小的蛋糕，几乎每一口都充斥着饱和脂肪与胆固醇。一份典型的奶油蛋糕100克左右，脂肪含量可能超过20克，其中饱和脂肪占了1半以上。这还没算上一起入口的高糖分，糖分过多会转化为甘油三酯，同样对心血管不利。难怪有句俗话，蛋糕是血脂异常者的地雷。很多人在生日、节日大快朵颐蛋糕后，抽血检查发现3酸甘油酯飙高，胆固醇也跟着不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再来看看大家爱吃的酥皮点心和派塔，无论中式的老婆饼、蛋黄酥，还是西式的可颂、丹麦面包，这些点心的特色都是酥松，而酥松的秘密就在于大量的油脂分层。以中式酥饼为例，制作时需要反复折叠油酥面团，油酥用的可能是猪油，也可能是氢化植物油，每折一层就刷上一层油，最后出炉一口咬下酥掉渣，但那每一片酥层其实都是脂肪做的。西式的酥皮点心，千层酥、派皮也如出一辙，只不过多用奶油代替猪油。本质上，你吃进肚里的是面粉裹着黄油烤出来的千层油饼。常有人一不小心可以吃掉一整袋曲奇饼干或半盒凤梨酥，因为甜点实在太疗愈了。然而肚子满足了，血管却哭泣了。长期大量摄取这类高油高糖的甜点，身体会发生什么事呢？首先，过剩的能量会转化为脂肪囤积，体重上升引发肥胖，而肥胖本身就会使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升高。其次，高油饮食直接让更多饱和脂肪进入体内，肝脏源源不绝地制造胆固醇，血液中的低密度胆固醇 LDL 浓度自然节节攀升。再者，高糖饮食容易造成胰岛素抵抗，进一步影响脂肪代谢，让血脂问题雪上加霜。这些变化刚开始或许毫无感觉，
但等发现时，往往已经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。想象一下血管内壁贴满一层糖制油酥有多可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不少人觉得自己吃甜食不多，但却忽略了隐藏的甜点。比方说早餐店卖的菠萝面包，其实就是一种甜点面包，表面的酥皮含糖含油极高，又如下午茶常见的松饼、奶油酥饼，看似面包，其实等同蛋糕。还有许多中式点心，如马卡龙饼、芝麻球、糖炒栗子等，也都是高糖高油的代表。这些食品吃进去，对血脂的影响不亚于吃蛋糕。所以，如果你是甜食爱好者，血脂偏高，那可得当心，减少甜点的频率和分量，并且在选择甜点时，尽量挑低糖低脂配方的，比如用优格取代鲜奶油的甜品，以代糖减糖的蛋糕等。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强调无奶油少糖的烘焙品可以适度选择，但千万别自欺欺人，无论标榜多健康的甜点，终究也是甜点，别把它当正餐天天吃，唯有节制才能避免让甜蜜的享受变成日后沉重的代价。终于来到第一名，也就是我们10大飙升胆固醇食物榜单之冠。这位冠军得主最具有迷惑性，因为他往往披着日常主食的外衣，让人毫无戒心的天天与之相伴。没错，第一名就是各种高油脂的早餐面包，酥酥的面包类食品。可能有人要惊呼了，面包不就是面粉做的吗？怎么成了胆固醇头号大敌？且听我们慢慢道来。这里指的面包可不是淳朴的法国面包、全麦馒头那些几乎只有谷物和水的主食，而是现代人早餐爱吃的各式软面包、酥皮面包。走进面包店，你是不是常被奶油餐包、菠萝油、可颂、巧克力面包这些散发奶香的身影吸引？这些面包松软可口或层次分明的秘诀，正是大量的油脂和糖。为了让面包蓬松柔软，面团中会加入不少奶油或酥油，增加油脂比例，还有糖和奶粉提味。在烘烤过程中，油脂使得组织更柔软细致，口感湿润。而像可颂这种千层酥皮面包，更是要包裹巨量的奶油，反复折叠，才能烤出酥脆分层的效果。你或许没想过，一个小小可颂的奶油用量，可能相当于你平常磨吐司时5-6倍的奶油量。再举个例子，许多人爱吃的菠萝面包，菠萝包上面的脆皮为什么那么香甜？因为它几乎是用糖、奶油和猪油制成，再盖在面包上烘烤，想不香都难。香港经典的菠萝油，则是把一片厚厚的冰奶油夹进刚出炉的菠萝包里，一口下去，天堂在人间，但你的血脂此刻恐怕也跟着上了天堂。更糟糕的是，很多工厂制造的商业面包，为了延长保鲜期和提升口感，还会添加氢化植物油，如起酥油和其他添加剂。这意味着，除了高饱和脂肪，还可能暗藏反式脂肪。你每天早上匆匆忙忙买一个包子或面包当早餐，可能不觉得怎样，但如果经常选择含油量高的奶酥面包、起司面包，或者便利商店那些甜甜软软的工业面包，长期下来就埋下了隐患。有的人疑惑，我早餐很清淡啊，就吃个面包配咖啡，为什么体检胆固醇还升高？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，面包看似清淡，其实偷偷加了很多油和糖。如果再算上你咖啡里的奶球、抹面包的花生酱或奶油，那就更加雪上加霜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它评为第一名，因为相较其他高胆固醇食物，可能你不会天天吃肥肉或蛋糕，面包在很多人饮食中几乎是每日必备。正因为吃得频繁，分量不小且隐蔽性高，它对血脂的影响往往累积得最惊人。越是习以为常的东西，越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是不是说我们以后都不能愉快的吃面包了？其实也不至于走极端。面包有好坏之分，低油低糖的全麦面包、杂粮面包就是相对健康的选择。一块朴实的全麦面包，基本只有麦香，摸起来不油手，吃起来略干。那通常脂肪含量就很低，每片面包可能不到2克脂肪。而高油面包摸起来软乎乎，香气扑鼻，那多半是糖和油在诱惑你。要避免摄取过多隐藏油脂，挑面包时可以多看看配料表，尽量选择没有添加奶油、起酥油的款式。如果是在面包店买，
优先选择法式长棍、全麦和果面包、贝果等简单配方的面包，而少选表面亮晶晶、内馅夹奶油馅的那种。总之，面包可以吃，但天天吃高油面包当主食，血脂迟早会对你抗议。假如真的特别喜爱可颂等酥皮面包，那就当作偶尔享用的点心，而非每日三餐的必需品。毕竟，把第一名的胆固醇之王当早餐，长此以往，血管怎会不被塞住呢？好了，以上我们盘点了10大让胆固醇飙升的食物，从被误解的鸡蛋、海鲜，到实实在在的培根香肠、肥肉、红肉、奶油起司、泡面零食、炸鸡、薯条、奶茶、咖啡、甜点蛋糕，再到每天早餐不经意吃下的面包，不知道是否有颠覆你的想象呢？也许你原本以为的头号敌人，其实没有那么可怕，反而每天习以为常的饮食习惯，才是默默伤害血管的真凶。现在你终于明白，血管就是这样被塞住的，不是一天暴饮暴食造成的，而是平日里一口口看似平凡的高油高脂食物，日积月累在动脉里筑起了胆固醇的高墙。知道了问题所在，我们就更有能力去改善它。当然，生活还是要享受美食，我们并非要大家一律吃草防堵塞，但适度的节制与聪明的替换，绝对可以让你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不伤身体。比如用清蒸或炖煮取代油炸，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，用橄榄油、酪梨油等好油替代猪油、奶油来烹调，选择瘦肉鱼肉代替肥肉，多吃蔬菜豆类增加纤维，因为纤维能帮助排出胆固醇。甜点面包偶尔吃可以，但记得勤运动消耗热量，并控制频率。还有千万别忘了定期健康检查，胆固醇高低与体型不一定成正比，有些瘦子血脂照样可能偏高，所以不要掉以轻心。最后总结一句，别再冤枉鸡蛋和海鲜了，我们真正该防的是那些躲在日常美味中的隐形杀手。让我们睁大眼睛看清楚每日入口的东西。当你下次面对书香扑鼻的美食诱惑时，想想自己的血管是否吃得消。如果能找到健康与美味的平衡，你的心血管一定会回报你长久的顺畅与健康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你辨识出生活中的陷阱，调整饮食习惯。毕竟，保护血管就从餐桌上的每一口开始。让我们一起聪明饮食，远离那些让胆固醇飙升的真凶，守护好自己的健康。祝大家都拥有畅通无阻的血管，健健康康的享受美食与人生。